在开始前，我们先看一下，你觉得两个相机的画质分别怎么样？看起来 X4 跟 X5， 它们两机很明显在荧幕上的表现就已经差蛮多的。X4 整个噪讯就爆炸，得益于它的感光元件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 Pure Video 的模式，再来就是它的那个收音麦克风的表现，你们可以听一下，它的麦克风是用比较新的防风噪的技术，还有 AI 人声智慧增强的功能，你们可以稍微听一下。在这个嘈杂城市中，它的那个声音表现，还有它画质表现，分别是怎么样？说实话，我觉得不怎么样。X5 提升明显，但也就和手机差不多，不用买了。好，今天评测就到这边。这个梗要玩几次啊？林月啊，这是全景相机，而且是世界上目前有上市的啦，你买得到的低光画质最好的一台全景相机，世界上买得到的最好，这个形容词应该很值得买了吧？一开始我听到要升级，本来超没兴趣的。阳光机还能翻出什么浪？又升级吗？没必要升级吧。直到我真的拿到手，我一边看一边不由自主的，哇塞，原来还可以这样玩，超离谱！它居然让你自己换镜头。那我要敲了哦，3、2、1，等一下，等，会不会敲一敲，先把保护镜转接完敲坏？没有痕迹啊，我觉得我失败太久了啦！好吧。可替换的镜头模组象征全景相机正式打响了更没底线、狂操猛用的时代。用卡车碾过是有点过分了，但正常的运动跌倒、摔倒的话，现在你可以自己换镜头模组了。这个我真的超级喜欢。不准关掉，我讲完这个就讲缺点。虽然 X4 就有保护镜了，保护镜也真的很有用。我有次甩子弹时间敲到电线杆，就靠保护镜让我可以不用送修，超棒。但那次遭遇也让我不敢把保护镜拆下来，导致你现在看到我滑雪啊、旅游的素材，应该或多或少会注意到我的素材是有耀光的，就是镜头的那个眩光，尤其是接缝处。可替换的镜头模组可以降低耀光，提升画质，不用送修之外，价格还平易近人，里面甚至附了一颗吹球，超级实用。我现在固定放在包包，真心推荐。那送修。不行，我手好酸。送修除了维修费跟运费，这段时间你还会没有相机用，很麻烦。而替换的镜头模组真的就让这次的升级变成一次重大升级，你终于可以大胆的摘掉保护镜了。但在取得 X5 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很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做的太像上一代了。原本 X4 的用户应该多多少少会误会它是不是可以沿用，但其实完全不行。完全不行的意思就是它的所有配件几乎不相容。我是说，除了1/4螺丝之外的配件，像是潜水壳啊、保护框、电池，甚至保护镜。没错，虽然 X5 保留了保护镜的卡扣，让你在激烈活动的时候可以选择装保护镜，但跟前代是不能共用的，你全部都要重买。这让拥有前代的我也稍微有点尴尬。前代用户要升级的话，自己注意一下，电池也长得不一样哦，通通要重买。回到低光拍摄，这是他们宣传的时候一直强调的重点。2片1.28英寸的感光元件，双影像晶片，再加上一张 AI 晶片，再加上低光模式 Pure Video 模式，终于让你的低光拍摄与光线变化很大的拍摄，可以把人拍得清清楚楚了。就像我开头说的，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画质的表现，就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值得夸赞、很棒、很优秀的画质。但清楚与不清楚的界限是楚河汉界的差别。我看一些评测 ，X5 的低光拍摄甚至是比1英寸感光元件的 One RS 还要清楚的。虽然我没有 One RS 可以比较给你看，但我想我们都同意，目前你想要买全景相机的话，考虑到低光拍摄的需求 ，X5 一定是最值得买的。更何况它还可以换镜头模组，不想装保护镜的话，就是真的是 X5 了啦。白天的拍摄只考虑预算的话 ，X4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影像处理晶片跟 AI 晶片加持下的低光拍摄，不只限于夜间，还包括室内跟阴天，这两个应该都是蛮常遇到的情况。低光拍摄允许你更自由的使用全景相机，就是可以不用再去在意说我现在是不是阳光这样子。所以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是更推荐上 X5 的。再加上 X5 额外装了麦克风罩，搭配 AI 人声增强，你几乎可以把它拍摄到的音轨直接交给节目组进行剪辑。
虽然和顶家麦克风相比，还是有距离上的限制，就是收音是距离决定一切的嘛，物理限制。但清晰程度已经可以应用在短影音、vlog 或是行脚节目随手拍摄，然后要直接剪辑的程度，是非常成熟的收音系统了。虽然它之后还会有出无线麦克风可以使用，目前买不到，我有拿到再测给你们看吧。但我的理念从2年前就不变，我认为 vlog 的拍摄要够简单，你才会拍得比较舒服跟自然。所以我只推荐 vlog 设备就是用裸机收音，这样才能立刻捕捉到画面最有临场感，也最不会让被拍摄的人感到不自在。X5 的升级方向是更符合我对 vlog 器材的期待的。我觉得目前麦克风的清晰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你很介意收音品质的话 ，X5 是比 X4 更值得买的。特别说一下，新出的很多配件看起来是只有 X5 可以用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无线麦克风 Mic Air、X5 的第一人称胸带、X5 的充电防雨保护盖、X5 的快拆底座。虽然我自己除了快拆底座以外，我好像不会想要。第一人称胸带更适合空不出双手又想要多角度记录的人，充电防雨盖的话就更适合骑车类型的用户。尤其是它又有行车记录器的模式，如果你想要用新出的配件，还是要考虑升级到 X5， 不然你也不能用啊。尤其骑车的用户，全景相机搭配低光清晰的拍摄，再搭配它的充电防雨保护盖的话，感觉就是超级适合骑车用户拍到一些意料之外的画面，还有行车记录器搞笑。那我就会推荐你直上 X5 啦。快拆底座的部分是它做了 S Pro 系统的磁吸卡扣，目的很明显 ，Insta360 想要你只使用同一套磁吸系统，就能使用他们家全部的机器。所以你本来就有 S Pro 或是 S Pro 2，想要添购额外全景相机的，那 X5 就会比较适合。就算你没有运动相机，快拆好像还是会让你使用上比锁螺丝这样子转，明显更方便很多。所以，你可以自己再评估一下啦。全景相机很劝推用户的一点是后置 ，Insta360 的 App 迎来了一次重大更新 2.0 版，号称比上一代更直觉、更好用。我自己用下来的感受是，好用的不明显。硬要跟上一代比的话，我是觉得有很多变好用的部分啦，像是自动剪辑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把镜头选重点啊，朝前、朝后，或是锁定自己，搭配 AI 亮点助手，剪辑确实快了很多。可是你输出还是要等待，调整画面还是要花时间。如果刚好活动比较密集的话，没办法用搭车或吃饭的空档去处理这些素材，只能放在里面就会越积越多。但这一代还有一个重大的升级，就是 Insta Frame 模式。特色功能除了前面讲到的低光拍摄 Pure Video 模式，还有刚刚说的行车记录器模式，可以循环录影，设定要多久去一直删除前面的档案。其他一些跟 X4 差不多的，我快速带过，像是 AI 亮点助手、预录影、手势与语音控制、移动缩时、子弹时间等。都还是有。我们重点介绍新的升级，先讲我最喜欢的重大升级 Insta Frame 模式。想要拍摄平面的素材，你就得放弃全景的素材；那想要拍摄全景的素材，又要花时间编辑成平面素材，就是两难之下 ，Insta360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干脆让你一次拍到2种素材。一个算力要兼顾2种素材是比较吃力的，所以360度的全景素材只能拍摄 5.7K Plus， 平面素材更是只有 1080p。我刚刚讲的是只有在 Insta Frame 模式下，你会有限制说我要同时拍到只能拍这2个规格。但正常拍摄的话 ，8K 30p 啊 4K 30p 都是可以正常拍摄的。5.7K Plus 是我以前蛮常拍摄的格式，所以问题不大。但 1080p 的素材对于追求画质的创作者来说，不算太好用，甚至可以直接讲很难用，就很难用。然而，如果你只是想要降低每个全景素材都要进到手机或电脑里面调整的抵触感，那 Insta Frame 模式，尤其是锁定主角跟拍的模式，可以预先帮你省掉所有后置的时间，画面选的也算蛮精准的。我会因为有这个功能，推荐任何想要尝试买全景相机的新手，第一台就要买 X5， 然后试试这个功能。也许你会觉得后置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另一个很影响我使用方式的更新是一扭快拍。全景相机大部分的使用方式都是装一个自拍杆伸出去，然后对它比手势，或是用语音说话控制。但这个功能我用没几次就关了，它辨识很精准，尤其是用手势超级精准的。但我比较常在 S Pro 的系统上面使用手势。全景相机很怕，比如说我拿3米自拍杆那么远，很怕有一个人在那边乱举手，嗨，就把我的相机关掉。
它自拍杆3米，我其实又不太好辨识到它到底有没有被停止录影，就很尴尬。扭一扭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救星，反正就是你只要扭2下会开始录影，方便很多。目前我大部分时候是开着这个在录影的，明显比用手指去按录影键快多了。还有跳过片头尾，全景相机很多时候在拍摄会有多余的动作，像是我要伸回来，按一下开关再伸出去。那这个功能可以自动略过这些开头跟结尾，就是这些多余的动作都会被你略过。而且它会依据你的使用方式进行略过，例如你是伸手去按机器的话，它就会略过比较多的片头尾。但是如果你是用一扭快拍的话，会被略过的部分就会比较短一点点，非常的聪明。推荐打开，略过不是删除，就是如果你还想保留这些按录影的过程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去后置软体里面把它拉回来的。如果你是要用在专业的影视制作，那这一代提供 iLog 模式，虽然有点可惜，它还是8bit log， 但至少它没有在尝试进步。我会觉得它还不算太成熟啦，不建议用。我是有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是时间码，而且它还会提示你要插入时码器。大部分的人应该不知道这是干嘛的，这是一个可以让工作中用到的所有机器10几20台、上百台都拥有同一串时间码，剪辑的时候就可以迅速对轨的东西。总之你看到它身上有很多专业更新的影子，虽然不成熟的部分也很多，但目前你要应用全景相机到专业的制作 ，X5 可能会是最适合的选择。裸机玩耍方面，很多人都在说它的潜水深度从10公尺变成15公尺，可是我发现蛮少人提到它是从 IPX8 变成 IP68。IP68 是防水防尘系数，从 X 变成6意味着防尘等级的提升。如果你是怕灰尘跑进机器的人，这个部分是蛮好的一个加分项。当然 ，IP68 也不表示灰尘不会跑进去啦，图个安心。电力续航方面 ，X5 将电池升级为2400毫安时，比 X4 的2290毫安时略多。那同样是 5.7K 30P 的拍摄下 ，X4 只能连续录影135分钟 ，X5 可以连续录影185分钟。看来在消耗功率也有不少的改进，但电池不够用啊！再讲一次，务必要注意升级的话，要整个全部换新。最后说一下，大家都在讲这个 Insta360 Plus 云端服务，其实就是全景云端，跟一般云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云端资料同步上去之后，你可以把弄好的全景影片分享给无法看全景相机素材的朋友。这个分享连结是完全不经过 App 的，就是你的朋友没有 App 的话，也一样可以看。传全景影片给朋友会非常的方便。然后它把延长保固绑定在上面，等于你只要买最便宜的方案，就可以得到1年延长保固。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云端服务刚刚开始，官方有推出一个不错的免费试用，是你在2025年7月21日前买 X5 的话，会直接送你200GB 的云端服务3个月。之后如果你喜欢的话，额外按下订阅，还会再额外免费送你试用3个月，等于你是可以拿6个月内然后如果你6个月内反悔的话，其实都可以取消退订的，算是蛮贴心的。补充一下 ，Insta360 Plus 云端服务有2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第一个是你相机不用开机的情况下，你一样可以在手机上面编辑导出传给朋友看，就透过它的云端。然后因为它是在云端上面导出嘛，所以你还一样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你要看 IG 啊，看什么东西都 OK。等它导出完，你再去它的云端相簿下载下来就好，非常的方便。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自动备份的部分了，自动备份看到吗？简单的说，就是当你插上电，而且它连得到 WiFi 的话，它就会自动帮你把所有东西丢到云端上面，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然后你就可以之后就可以在手机上面慢慢编辑它了，完美。大概是这样，我是没有想到那么多重大更新一次出来，低光画质啊，可更换的镜头模组啊，还有 Insta360 的平面全景双输出的模式，每个都是很有购买吸引力的升级。如果你的 X4 刚买，拍摄比较多，在白天也可以接受使用保护镜的话，那 X4 在画质跟价格上都是非常的甜，很适合预算有限、想要玩玩看全景相机的玩家入手。当然，如果你的预算足够，允许低光拍摄，表示雨天、室内之类的拍摄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画质。Insta360 不用后置的拍摄方式，又更适合新手入门，又有镜头模组，可以更适合激烈活动的玩家。可以说，如果你预算充裕的话，似乎哪种玩家都更适合 X5。希望我这次的内容有稍微让你了解 X5 都有些什么升级，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留言按赞支持我。你们的互动对演算法都很有帮助，谢谢你们。如果还想看什么样的内容，再留言，我会尽量拍。OK， 就这样，我是安边冰岛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